嗨，大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把这件衬衫改造成一个比较适合夏天穿的比较飘逸的上衣。最近在欧美的一些手作缝纫的平台上面，很常看到大家分享这一件，所以我想说，那我也拿已经有的衬衫来做一些改造。这件 Gunny Top 的比例其实蛮重要的，我不太喜欢我做的第一件的比例，所以我又做了第二件，虽然是比例上看起来比较像 Gunny Top， 然后它的绑带设计也是比较忠于原著。那我们来看一下做法吧。现在反过来穿，然后我想说就在胸部的下缘这里好了，还是再下来一点到这里，然后剩下来的部分就要做成比较像裙摆的下摆，还是再下来一点，然后到腰上也可以。袖子的长度就到手肘吗？还是往上一点？这里差不多，然后就可以做剪裁了。首先拿掉了领子，然后手腕的那2块 cuff 怎么办？中文都不知道怎么说。So I first remove the collar and the cuffs and then the pockets at the front, and I notice the seam over here is easily removable, so I'm gonna do that right now. It's gonna be a different strategy that I used for the previous one. 为什么突然讲英文呢？ Because 我有很多都忘记中文是什么啦。这个其实蛮好猜的，只要找对方向，然后抓到那个起始的头就好了。就好了。管线老旧的感觉。这样做的用意是想要把它的就是胸部跟袖子都缩小，然后到时候多余的布料或许可以拿来做绑带，它需要大概3-4个吧，在前胸口正前方那里，我把前板跟背板都沿着中线对折在一起，然后现在就是一口气要把它们平平的切短、截短。除了做上衣截短之外，袖子的部分也需要做成短袖，就先套在身上看看适合的长度之后，就可以留缝份做剪裁。剪裁袖子的时候，建议从中线对折之后贴齐腋下的接合线，然后平行原本的袖子口来剪裁。然后因为我想要试穿来做出我需要的胸绳跟腰绳，所以我先反翻过来之后，正面对正面用大头针固定在左右腋下跟侧线的地方，然后试穿之后标记出我想要的胸绳跟腰绳。刚做了腰绳，这是背后的2个腰绳，前面的2个腰绳对称的，然后刚刚试穿了一下之后，再就是腋下到2侧这边都已经用了大头针加以固定了，所以就是按照就是我的身形需要的那个宽度，把这个袖子跟2侧缝线缝合在一起。然后我要用的是平接缝，平接缝的方法很常在衬衫跟牛仔裤的侧线看到。复制了另外一边的剪裁之后，就可以用平接缝的方法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接下来要做的是上衣的下摆那个小裙子的部分。我原本应该是需要做1.5到2倍的这个蓬蓬裙的长度就可以了，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要竭尽所有的可能去用所有的布料，所以显得有点过多了。我用的是背板厚片，然后上下除以2之后截长边，然后做成这样子的，其实这样应该就够了。然后我又额外多裁剪了前片的那2块下摆。其
其实我只要测量已经做好胸绳、腰绳的那一个上衣需要接缝的长度，来乘1.5到2倍之间的长度，应该都是可以的。然后接着也拿剩下来的布做了一些包边带，等一下需要用这个来做蝴蝶结以及领口的收边。刚刚剪裁完的下摆做完接缝之后，在下缘的部分只要往上翻折2次0.5公分，缝在边上就可以收边了。需要做接和抓皱的地方呢，我用了2条针长是5的来缝，这样等一下就可以做抓皱。做抓皱的时候，我会比较常在上下左右4个点做记号，然后在需要抓皱的那个下摆也做上下左右的记号，然后这样子来对齐完之后，再来把这个整个下摆都就是拉扯那个刚刚缝的针长5的线。这样一来可以确保你的长度可以完全平均被分散在4个部分。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够的话，你甚至可以就是每几公分就做个记号，然后按照这个比例来画你的下摆的记号。好了，现在平均分配完了，接下来就是把这边缝起来，然后车边之后就可以收袖子，这样就只剩下绑带跟领口的收边了。刚把袖子车边了，然后试穿一下，我觉得比例上没有很喜欢，感觉应该这边要再拉长一点，然后这个扣子这个上衣版型的长度应该到这里就好，然后剩下的都做成这个裙子比较好。然后这个裙子我也做太宽了，所以这个褶皱的部分显得太夸张，也不是我原本想要的那个感觉。我也想再做一次，然后做出我真的想要的那个感觉，但是这一件就已经回不去啦。车完边的袖子就往上折2次1寸，就这样子，然后在这边跟这边都缝一条垂直线，就可以固定起来了。好了，袖子好了，包边带做在这边缝起来，剩下来的做成蝴蝶结吧。老实说，我对于前面2件做的结果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决定再多做1件，让可以解决第2件遇到的问题。因为我真的蛮喜欢第2件的那个样式的，所以打算拿这一件衬衫再来做第3件。还好我们家有衬衫的库存，这一件做出来的轮廓就好看多了，比例上看起来也比较对。跟上一件步骤相同的地方我就不多说了。本来第2件做到的时候是到这里，把它直接往上提到胸部下缘下面的部分这边，然后剩下来的就把它当作是裙摆。上一件应该是做成3倍长，所以如果只拆成2节的话，应该就是2倍长，做成那个抓皱效果不要这么蓬的那个感觉。或许不用到2倍，1.75倍也可以。所以如果你的衬衫没有那么长的话，或许可以用袖子来补。然后这一件我还是会想要做成短袖吧，看情况。跟上一件不一样的是，这一件它的肩宽对我来说比较宽，所以为了保持我原本的那个设计，我重新裁切了肩宽，然后忠于原著，我也把前排的排扣剪掉。接下来的做法完全跟上一件一模一样。在袖子的部分，原著的设计是蓬袖，所以我这里也用了一个比较窄的松紧带来制造蓬袖的感觉。
其实这一件也没那么差啦，我只是觉得原本设想的那个轮廓、形状跟比例，这一件跟我的期待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刚开始有点难接受，我就做出这么一件我不满意的作品，所以又多做了一件，但也很庆幸自己有花时间去多做第二件，因为第二件的剪裁我真的蛮喜欢的。希望在夏天结束之前，大家利用可能不常穿的衬衫来做。相信会喜欢看我频道的观众们，大多数应该都是比较支持慢时尚，对于环保概念议题也比较有觉知了。希望大家要多尽一份心力。必须说，如果大家对于亚洲保守社会没有想要做这种镂空设计的话，其实里面搭一件小背心或者是小可爱都可以，就是避免中间镂空带来的不安的感觉。那么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任何灵感想跟我分享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那我们就下次见咯，谢谢大家收看，拜拜。